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每天读经5分钟，每天读一小段经典。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一小段的《黄帝内经》的心得。为什么会突然想说分享一点点《黄帝内经》呢？我本身是没有读过《黄帝内经》的，就是连完整的浏览过一遍都没有。当然是有读过一点点一两句话，或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可是我从来没有读过《黄帝内经》完整的内容，连浏览过一遍都没有。因为我觉得这里面的一些名词，还有这里面所指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传统文化的经典很多都是用一些文字啊、譬喻啦来象征一些对应的一些东西。可是因为我们本身不是学医学的哈，而且也不是学中医的，所以说有时候不是很确定专有名词的含义，所以觉得要读《黄帝内经》比较不容易上手。还有就是以前的兴趣是读佛经嘛，所以也就没有读《黄帝内经》。那目前的话就是确实有想说，有时候来读一下《黄帝内经》，因为现在呢，对于这些传统文化的经典啊、佛经啊等等的，有一点点基础了嘛。那就想说，在有这么一点点基础的情况的基础之下呢，来读一下《黄帝内经》，看看有没有一些能够互相加分的一些内容哦。比方说呢，用医学的东西来对应到修行，或是说用修行的东西来对应到医学、健康、养生等等。那在最近这2期的视频里面，我有分享到呼吸的方法嘛，然后也有分享到这个就是目前的科学制度哈。那在呼吸的方法这边的话，就是昨天刚好去参加一个中医师朋友举办的读书会哈，他每个礼拜都会举办读书会，分享一些儒释道的经典，他本身也对于这个佛学很有兴趣哈，所以说他在工作之余就会举办这些读书会，各行各业的人一起交流。那昨天呢，我就有听他分享，刚好昨天分享是《黄帝内经》，那我在听他把《黄帝内经》所有的内容呢重点整理成 PPT 嘛，那我就听了一下，我发现他有些内容也跟呼吸有关，《黄帝内经》中也是有提到人呼吸越慢越好，然后另外一些内容就是跟我们上一期影片所提到的，就是其实古时候学医的人是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对于人事啊也要懂，然后对于修行啊心性也要懂，所以基本上就是都要懂。所以说就是呼应到我昨天有聊到的这些内容，就是目前的科学制度和教育制度呢，我们对于人才的培训是比较细致的，那就不容易去做跨领域的整合，然后也不容易了解到这些关于这些心性啊，关于这些各领域的东西，它共同的源头就不容易去研究，也不容易去深入的去了解。这样好，所以说昨天呢听了《黄帝内经》的读书会之后呢，我就想说，那我也来找一下《黄帝内经》中跟呼吸有关的内容，还有跟这些所谓的跨领域有关的内容来跟大家分享。那昨天我有提到 AI，我说未来这么多跨领域的知识和学问呢，一般人我们受教育啊，依照目前的教育制度，估计不容易去精通跨领域所以我就觉得说，估计现在 AI 越来越发达嘛，可能以后我们在学习上面、自学上面，可能我们就不要再依赖那些固有的教材了。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比方说我现在想读《黄帝内经》，我就可以用 AI 来帮助我读《黄帝内经》。所以我认为以后不管你是对于历史想要了解历史方面的东西，想要了解地理方面的东西，想要了解科学各领域的知识，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透过 AI，然后根据我们个人的兴趣来做跨领域的学习和了解。这个时候可能会比依照别人所编排的课纲或别人所编排的教材来学习还要更全面而且能够超越这个分科的限制。所以我觉得说，包含我自己现在也很喜欢，时不时有什么问题，我就习惯第一时间就来问 AI。那现在 AI 其实也很方便不管是
GPT， 或者是说像中国这边也有很多种 AI 呢。像我最近都比较喜欢用文小言就是文心一言，现在叫做文小言这样子。好，那我今天就是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就问了一下文小言。首先我就问他说，黄帝内经》主要内容有哪些？因为我从来没读过《黄帝内经》了，我大概知道是一本医书，但是我不知道它具体的内容。那我们就看一下他说呢，《黄帝内经》主要内容有包含哲学观就是阐述天人合一和阴阳五行的概念。再来呢，《黄帝内经》有讲到养生强调呢我们身心还有大自然之间要和谐要顺应自然再来，他有提到脏腑我们的五脏六腑，还有讲到经络方面的学说概念它是相对应到就是我们西方所谓的生理学生理学就讲我们这个肉体、五脏六腑还有经络的这些概念、这些理论基础。再来，他有讲到说诊法，就是说我们说望闻问切嘛，把脉等等就是医生在帮病患看诊的时候的一些技巧。再来，他有讲到辨证方法，就是如何根据病患的征兆，还有他的一些反应，来判定出这个人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是辨证的技巧。还有提到就是病因跟病机就是说我们如果辨证出来之后，我们是不是要治疗这个疾病？治疗这个疾病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说它的原因啊、病理机制啊等等就是我们西方说的这些病理学等等好，那了解到这些完之后就要治疗嘛，所以说有哪些治疗的原则和方法基本原则、基本方法。那它其中呢，我们中医有就是针灸嘛，针对这个针刺的技术呢，也介绍的非常的细致呢。还有其中再有提到很关键的就是五运六气五运我知道是就是阴阳五行嘛，金木水火土嘛，五运。六气的话，我是好像跟气候有关系我没有记起来。所以呢，这个又牵涉到气象医学所以说从这边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其实《黄帝内经》虽然是一本医书，可是它牵涉的领域却是这么广你看，无形的哲学心理方面的，有形的肉体方面的，然后健康养生方面的，还有包含医学方面的病理机制，还有治疗方法，还有一些技术，还有包含这个五运六气，这就牵涉到有点跨领域了因为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话，这个五行金木水火土的概念是跨领域的概念那这是《黄帝内经》的主要内容。再来，我就问 AI 说呢，《黄帝内经》中关于呼吸的叙述有哪些？因为我大概浏览了一下，《黄帝内经》有很多篇昨天听中医师介绍也是素问就有81篇，灵书又有81篇，那内容太多了。那我如果要浏览一遍说，《黄帝内经》中关于呼吸的叙述有哪些？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直接问 AI 说，《黄帝内经》中关于呼吸叙述有哪些？那他就告诉我说呢，在灵枢篇的50营的这个章节里面呢，有提到呼吸他说呢，人体要根据50营来调节呼吸节奏，就是我们呼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经脉也在运转那一天一夜之间呢，会在全身循环50次，所以说强调要使用深长而缓慢的呼吸形式会比较好，一呼一吸相当于6.4秒，那就是说1分钟大概呼吸10次左右。但是呢，昨天中医师有跟我们提到一般普通人1分钟大概呼吸20次，所以说我们普通人呼吸速度都太快了。那我上一次录的视频里面，我是1分钟差不多呼吸一次到2次而已，因为我光闭气就闭半分钟了嘛，那吸气加上吐气可能加起来就40多秒了。那我5分钟是呼吸了6次嘛，所以我差不多1分钟呼吸1次多而已。但是那个是属于静态的时候，就是我这样坐着的时候，没有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可以慢慢呼吸
好，那再来他又提到说呢，呼吸养生越慢越好，要深，吸气吐气都要深长，然后均匀，然后气息越细越好。其实呢，对于这个呼吸呢，我上一期视频也有提到说，其实我是有想要在后续的视频再去聊这些呼吸的内容。我上一个视频我只打算就是示范一下呼吸而已哦，吸气、闭气、吐气，那没有要多聊很多。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下一次视频再聊。像我原本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我上一次视频是分享是吸气，然后闭气吐气。其实我自己最近发现，我自己去觉察一下，我发现其实我更常是吸气吐气之后就闭着，就是吐气之后才闭气，然后闭了很久，闭到我想呼吸的时候才又吸气。换句话说呢，吸气的时候很胀嘛，会气比较足嘛，然后这时候闭气会反而正常呼吸比较少这样子做，比较正常呼吸的时候，我更常的是吸气完，然后吐气完，吐气完之后是不是气都排掉？这时候我才开始闭气，所以这以后再聊哈。好，所以他说呢，最好是用深呼吸哈，一呼一吸都要做完整，时间越长越慢，越均匀越细微越好。那我们有提到啊，在太乙净化宗旨有讲到呼吸哈，就是说你呼吸的节奏其实跟我们的心念起伏有关系。所以说，如果人希望心静下来的话，你就要把呼吸放慢、放均匀，不能够粗猛，因为你呼吸粗猛的话，表示你的心境也是很浮躁的，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很基本的概念，可是大家就很容易忽略。最后的话，这边可能就简单看一下就好了。我就问他说啊，《黄帝内经》中有没有提到关于呢一个医者、一个医生呢，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又要懂阴阳，又要懂得心性上的修炼。那他就告诉我说呢，《素问篇》中呢有提到气交变大论，有提到说呢，医生呢如果要在医学上取得长久的成就，必须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就像我们读六祖坛经，我就提到说，五祖弘忍很敬佩他不但是一个开悟的圣人，而且他对于处理这些人事问题非常有技巧，也是让我觉得很欣赏的地方。那这边就提到，医生也是一样，你要懂天文，又要懂地理，还要懂人和，怎么跟病患互动，怎么样鼓励他，怎么样跟他沟通。你要知道大环境、天文地理的知识，你看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的周期，还有宇宙无限的奥秘。透过了解天象来了解自然界的规律，然后呢，运用到医学当中去做准确的判断和治疗。因为不同的天时的情况下，得到的病可能不一样的起因症状也不一样。然后又要对不同的地理我们说水土不服就会生病嘛。对于地理环境、地域气候、土壤这些都会对健康造成影响，所以你也要懂。然后呢，中医又认为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跟天地之间是人与，就像我说的嘛，人是一个小天地，外在环境是大天地。那中医的观念是天人合一啊，人跟天地之间是相连通的，互相都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可以用阴阳和五行的关系来概括。上次我也提到嘛，易经就是说，人本身的阴阳五行跟大环境的阴阳五行如果相契合的话，你就是走的运势就是好运；如果互相排斥的话，你的运势就变成逆境不好运这是易经的概念。所以说，不管是医学《黄帝内经》还是易经呢，我们中华传统文化里面呢，把人与外在环境之间用阴阳五行的概念呢，来做一个因果关系的一个连接的说明所以说，医生也必须要懂阴阳五行的规律因为这个规律呢，适用于人的健康，也适用于外在环境春夏秋冬的变化，甚至这些天文地理都跟阴阳五行有关系。所以医生必须要对阴阳五行的概念有所了解，才能更
根本、更透彻的呢认识所有生理病理的机制哦。最后呢，医生本身也要是一个修行人啊，对心性上也要能够修炼啊。然后他就提到说，上古天真论嘛，第一篇就有提到说，上古时期这些圣贤呢，它有什么样的特性哦？这样子，所以说《黄帝内经》呢，包含了很多天文地理啊，所以今天就是分享这个《黄帝内经》，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包含，因为我们本身对修行、对传统文化有兴趣嘛，那我也分享了呼吸，也分享了，我们中华文化其实是跟西方科学不一样，是我们是在从源头一本3万书去扩散出去。那讲的很多东西都是像阴阳五行一样，是属于源头共通的规律。可是呢，科学教育呢，它是越分越细的。所以说，当科学教育要去回头要了解我们这些中华文化的根源，甚至想要用科学系统的方式去验证和发展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突破这个跨领域的限制。这样，还有就是说，呼吸方面，其实有时候我们人去追求很多各式各样的修行的方法，或是经典，或是各种领悟，其实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我们不如从每天每秒每刻的一呼一吸之间来做起，有时候更实在哈，就是先把我们的呼吸调整好，因为你的呼吸就影响到你的健康，又影响到你的心念起伏哈。所以说，如果学了很多东西，可是呢，回过头来检视一下自己的呼吸啊，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如果都不符合大自然的规律的话，那学了很多，就像我们读六祖坛经有说到嘛，如是本心，学法无益啊。就是根本的东西，你如果没有掌握的话，学了很多的方法，学了很多的技巧，可是最根本的一呼一吸之间却没有顺应自然、顺应身体健康规律的话，那学很多东西并不能够真正让我们受益哈。好，那今天分享了一下《黄帝内经》，又聊了那么多，那我们就先聊到这边就好。那剩下的内容我们就明天再继续咯。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